诸神黄昏第5回合战，雷电为右卫门 vs 师婆正式开战。师婆的3个老婆和相声儿子在观众席加油助威，结果师婆一回头就见雷电旁边站了一个端着挂牌的青蛙，这是什么玩意儿？雷电捞起一把盐往空中一挥，随后合掌一拍，裹挟着严厉的气浪瞬间铺满整座竞技场。仪式完成之后，雷电蹲举起身体，猛地发力朝师婆冲去，快到师婆都没反应过来，一脚飞踢正中面门，师婆倒飞而出，原地翻滚稳住身形，一口血吐了出来。雷电二话不说追击而上，挥去左拳击向师婆腹部。师婆虽然用手抵住，但雷电的俄罗斯回旋右拳紧随而至，捶得师婆脑袋嗡嗡直响，双膝跪地。雷电又固定住她的脑袋，代表了结的膝踢重重对着面部砸去。雪山神女害怕的捂住脸，但预想中的事情并没有发生。危机时刻，师婆两手抵住雷电的膝盖，另外2只手睁开制合后，一把抓住雷电的双臂，2拳朝对方的胸膛重重砸下。雷电在半空灵活的翻身落地，2个人都以为在第1回合就能解决对方。比赛一开始就是紧张刺激的激烈肉搏，观众席的力士们为雷电加油助威。师婆兴奋地舞蹈着，但雷电却不明白为什么会有人喜欢这种生死搏斗。而被问起原因，师婆却反问：难道还有比这更快活的事情吗？雷电叹气之后摆出了攻击的架势，他认为师婆注定会输。1760年的1月，雷电为右卫门出生于信农国的某座村庄里，但直到快3岁之后，他站都站不起来，这可愁坏了他的父母。但在某一天，雷电突然自己站了起来，父母感动地扑向儿子，却没想到雷电刚刚挪动一步，就浑身抽搐地倒在了地上，他浑身的骨头居然全部都骨折了，太强的肌肉压力粉碎了骨头，再这样下去，他就会被自己的这身肌肉压死。但是改变雷电命运的亦是这身肌肉，为了生存下去，雷电忍受巨大的痛苦，不断锻炼，不知不觉间，他的肉体终于可以抑制失控的肌肉，身体产生了可称为壳的新肌肉，名曰百臂。雷电用足力道一拍胸口，浑身的肌肉不断暴涨，整个人如同充气球一样膨胀起来。雷电发出痛苦的嘶吼，再这样下去，他就会被自己的力量碾碎淹没。雷电大喊一声特鲁德，女武神特鲁德出现在雷电身后，他的骨骼随着肌肉向外延伸，一瞬间得到了控制，一股强大无比的力量瞬间从雷电身上爆发出来，这正是能将肌肉完全控制的神器炼成超筋外骨骼递回。因为体质天生异常发达，借由百臂抑制过度强大的肌肉，才勉强维持肉体的平衡。雷电曾经没用全力就成就了史上最强的力士，而现在卸下了所有枷锁，又有人类史上最强肌肉的男人将进行出生以来第1次全力的战斗。百臂解除的雷电感受到前所未有的畅快，他让师婆小心，千万别被自己毁了。这一拳轰下去，连他都不知道是何种下场。师婆愤怒的青筋暴起，区区人类还真敢说。雷电瞬间出现在师婆面前，对着他的脸挥拳而下，师婆急忙竖起双臂抵挡，可这一击干得他双臂凹陷，猛地倒飞出去。雷电乘胜追击，乱拳不断挥来，最后一把勒住师婆的颈部砸向地面。师婆声都没吭一声，就一连抢地没了动静。难道最强破坏神就这么被打败了？雷电的强悍在于无形，对于他来说，图表实在太过狭窄。格雷对这个好色变态大为改观，他或许真的能打败师婆，让人类领先。师婆踉跄着从地上爬了起来，这一击把他伤得不轻，他到现在都在摇晃，但雷电可不会给他缓过来的机会，一手摁住师婆的脑袋，另一只手猛力挥拳，但随着砰的一声巨响，师婆居然主动撞上了雷电的脑门，撞得2人鲜血直流。师婆的双拳击打在雷电的腹部后，又是一招漂亮的上勾拳，被击退的雷电双腿一软，接下来该轮到师婆反击了。师婆四只拳头不断的挥舞着，对着雷电打出了快速且威力惊人的连拳。在这种压倒性的攻势之下，雷电只能竖起双臂奋力抵挡。师婆的双拳直击腹部，剧烈的疼痛让雷电半跪在地，但也顺势抓住了师婆的一只手臂。师婆大吃一惊，不断的想要挣脱桎梏，但雷电抓得死死的，然后双臂的肌肉猛地暴起，师婆惨叫着一脚将雷电踹开，他的手臂居然被雷电硬生生的捏碎了。神界最强的破坏神居然被人类破坏了，而这还得归功于女武神的神器炼成。雷电利用超筋外骨骼递回，将原本不能控制的肌肉完完全全掌控，只要把肌肉移动至双臂，就能一口气捏碎师婆的手臂。女武神特鲁德的名字含义正是强者，人群爆发出震天的欢呼。在众神都因某种不愿发生的预感而动摇的时候，印度的神明却不一样，他们坚信师婆绝对不会被打败，他的拳头中可是寄宿着印度1116诸神的力量，而师婆也从来没有辜负过同伴的期待。他笑着摆出了战斗的姿势，周身气势猛地暴涨，紧接着猛地朝雷电大幅度挥拳而去，被侧身避开之后再次转身挥拳，因为一只手被废，身体的平衡遭到破坏。这一刻他在雷电的眼中浑身破绽，被十分轻松的一拳击倒，但就在倒地的瞬间，师婆猛地稳住身形，握紧拳头朝雷电面门挥去，即使雷电一手格挡，强劲的力量还是将其打飞出去。这一拳居然比之前更重了，两人的铁拳不断的交错挥舞着，最后不约而同
同的用头撞击对方，脑袋磕得鲜血直流，整座竞技场地动山摇。但湿婆只觉得十分畅快，他已经快1000年没有这么热血沸腾了。在过去，印度神界有着数千的神祇，以拥有实力的强神为中心，形成群雄割据、千神乱舞的混战局面，根本不存在统一神界的神。在印度神界的偏远地区，有着2位下级神，破坏神湿婆性格懒散，喜欢跳舞，而暴风神楼陀罗在严于律己，不断修行。两人的性格完全相反，关系却十分的要好。虽然经常被其他神明贬低挑衅，但是只要两人联手，就没有打不过的神。在没日没夜的干架生活中，对于湿婆来说，楼陀罗就是最棒的友人。楼陀罗的愿望非常大，他想要立于印度神界的顶端，想凭借自己的努力去看看从未见到过的风景。虽然湿婆是个只想成为武王的咸鱼，但在楼陀罗的邀请之下，湿婆还是二话不说就答应了。他对顶端没什么兴趣，但只要能和楼陀罗在一起，什么地方都敢去闯。居然有2个下级神想要挑战神界的顶端。刚刚开始，所有神都在嘲笑他们，但是看着他们不断向前的身影，不知不觉间，嘲笑变成了尊重，侮辱变成了期待。每当他们打倒一柱神明，就会背负上对手的名号以及更多的期待。他们接二连三的与各强神激战，并撑过了与印度最强神期间的死斗。一个空前绝后的传说诞生了，2位下级神居然联手干翻了整整1115位神祇，矗立于印度神界的顶峰。但就在湿婆遥望着印度最高峰的风景，开心的不能自已时，楼陀罗却面色凝重的要和他打一架。因为印度神界的绝对神只能有一个，他们之中必须要有一个人成为最强。湿婆不愿意和有人走到今天这种地步，但是对于背负了太多神明愿望的楼陀罗来说，他无法背叛那些让他成为最强存在的期待。更重要的是，他也想和湿婆分出胜负。湿婆知道楼陀罗下定的决心，谁也无法使其动摇。他含泪答应了对战的要求。这是印度神界有史以来最激烈的一场战斗，2位神明呼呼的声音响彻整个印度全境。汗如雨下，伤痕累累的2个人不断朝对方挥拳。对湿婆也好，楼陀罗也好，这都是最棒且最悲哀的时刻。这场战斗终于迎来了终结。楼陀罗被湿婆一拳打飞倒在地上，即使湿婆无数次的祈祷楼陀罗不要再站起来了，不要再让自己向他挥拳了，但楼陀罗还是不肯服输，被一拳一拳的击倒，又一次一次的爬起来。再这样下去，楼陀罗会被湿婆打死的。看着楼陀罗坚毅的脸，湿婆回想起了他们曾经相处的点滴，想起了楼陀罗的梦想。湿婆一屁股坐在地上，放弃了打斗。但就在他笑着宣布自己输了的时候，楼陀罗却先他一步认输，被以命相搏的对手在最后放水，这比杀了他还要难受。湿婆瞬间哭了出来。站在顶点可是楼陀罗的梦想啊！楼陀罗笑着安慰湿婆，他现在就是1116柱神中货真价实的顶点。2人最后一次碰了拳，楼陀罗身上的图腾转移到了湿婆的身上，然后和湿婆挥手告别，彻底消失在了印度神界。就这样，以失去最棒友人为代价，湿婆矗立在了众神的顶端。湿婆向雷电回以猛烈的头锤，他可是背负着1116位神的意念，是绝对不会输给任何人的。但令湿婆没想到的是，楼陀罗也来到了现场。湿婆明明比谁都温柔，但一旦打起架来，就会比任何人都享受以拳头的交流。至高神明也随之附和，这可是他们的老大在对战，要好好看到最后。场上的湿婆发出一声咆哮，紧接着在雷电吃惊的目光中舞动了起来。这正是被称为印度神界秘宝的必杀战舞，将一盘散沙的印度神界统一的湿婆的绝招。湿婆踩着灵活的脚步冲向雷电，雷电的拳头只能打到他的残影，反倒被湿婆狠狠打了几拳。雷电将力量集中于双脚，猛地后仰，如同一只咆哮的巨兽，猛地朝湿婆蹬去。湿婆轻松转身躲过，回手一脚踹向雷电的腰腹。还没等雷电调整好姿态，又是一招勾拳以极快速连打，连击似乎没有尽头。湿婆的舞步也毫不停歇，雷电根本无法阻止，只能被动挨打。阿瑞斯看了忍不住冷汗直流，基于无法预测的节奏打出了不间断的连击。从雷电的角度看，就像是有无数名对手在攻击他。雷电将全身肌肉聚集在手臂之上，形成了2道巨大的肌肉盾牌。湿婆更加兴奋了，他倒要看看雷电的肌肉和他的舞蹈究竟谁更强。湿婆再次以超高速的连击朝雷电挥拳，快成了无数道残影。他的3只拳头上竟然冒起了腾腾的热气，湿婆的整个身体在这急速的运动下燃了起来。这正是湿婆的最强奥义轮回无勇。高热的拳头不停打击在肉盾之上，湿婆猛地高抬腿，接着雷电的手臂力量跃到半空，脚上汇聚起灼热的火焰，猛地朝着双臂的空隙劈下，虎爪炎舞。这一击直接将雷电自上而下贯穿，鲜血顿时喷涌而出。被抛开的肉体又因极高的温度瞬间凝结，将皮肤烧焦。肌肉对上战舞，就在所有人笃定人类即将吞下第3败之时，雷电舔开了嘴边粘连的皮肉，一个人静静地笑了。